中美关系恶化至今，美国国内极端思想泛滥，对华叫嚣开战的言论不断。而就在20日，美军少将更是罕见提出了关于当前中美国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该如何对华作战的观点。据美媒商业内幕在最近报道国会会议时透露，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高级指挥官美军少将霍华德在会议上强调，海军特种作战部队在过去一直围绕全球反恐任务进行作战模式训练，但如今国际局势变化，美军的思路也应当进行转变。美军少将认为，对于中美两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美国以往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过去，美军可以依赖优秀的空中力量和精确制导武器对目标发动攻击，也可以利用强大的海军力量封锁敌方的海岸线，或者通过强大的战略威慑和网络攻击完成自己的目标。但面对中国时，美国的传统优势都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中国的反区域介入思路，让美国海军无法在亚太地区发挥足够的能力。基于这样的状况，该海军少将认为，应当采取全新的作战思路，让海豹突击队的作战模式转型，针对中国实施非常规的渗透作战，通过机动性的制造袭击和破坏，逼迫中国以美国人请愿的方式进行谈判，而在此过程中，还会从中国内部得到帮助和支持。这一言论可以说是十分狂妄了，想要通过装备精良的几千特种部队，就妄图有效对我国边境边防，明显是过于高估了自身能力和低估了我国边疆的防御体系。在我国拥有成体系的卫星系统之后，美军舰船想要秘密渗透进我国沿海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美军想要通过挖人的方式进行渗透的话，我国也早就装备了 AR-1型的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在1月前，我国还透露，已经在沿岸相关岛屿上设立有全天候检测雷达系统，能够有效监测周报动向，识别过往传播信息。因此可以说，美军少将想要数千特种部队就完成对中国的压制，就未免有些可笑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本质上还是想要获得更庞大的军费资金，以满足这些高层人士背后存在的军工复合体。以提出这种渗透作战概念的海豹突击队来说，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换装干式战斗抢航载具，用于渗透作战。如今又开始鼓吹自己能够解决目前美军面临的难题，也就是典型的向国会要钱。当然了，美国当前泛滥的极端对华思想，很大一部分捕手就是单纯想要利用美国当前落后焦虑下的极端民粹，赢得上位资格。但也不可否认，当前中美关系快速恶化，我国也必须警惕这些用反华上台的高层精心制定出一个更加危险的阴谋。中欧投资协定遭冻结，欧盟对华提出强硬条件，关键时刻德法为何拒绝站队？据路透社报道称，近日欧洲议会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及58票弃权，正式通过了冻结中国和欧盟投资协定的一项决议。而通过该决议的理由是，欧盟认为中国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国对欧盟政界人士的反制裁引发了欧盟的不满，因此他们冻结了中欧双方经历7年谈判才达成的投资协定，并声称如果中方希望恢复协定，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撤销中国对欧盟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制裁。对于欧盟的这一做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表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不应该和中国对着干，因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无论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世贸组织改革或者其他的全球性问题上，如果和中国对着干，或者是选择抛开中国，那么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时，默克尔还强调，他愿意继续为中欧投资协定的每一个字担保，并呼吁欧洲应该要保持与中国对话。很显然，在如今中美博弈的环境下，欧盟选择将矛头对向中国，其导向美国的立场已经非常明显了。而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头羊，自然不希望欧盟也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棋子。所以在此背景下，默克尔才多次呼吁欧洲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对话，这无疑是在跟美国唱反调，同时也表现出德国拒绝在中美之间站队的强硬态度。与此同时，法国也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据法新社近日报道称，法军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对媒体表示，未来的世界秩序可能会围绕着中美竞争而展开，届时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尽管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但是法国也绝不能卷入中美的对抗中。所以弗朗索瓦强调，为了国家利益，法国和欧洲更应该采取平衡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与中国对抗。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军方的表态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如今欧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推动，而欧盟却还错误地认为中国更需要这份投资协定。事实上，对中国而言，这份协定只不过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它能进一步加强中欧之间的贸易合作。但是如果失去该协议，对中国日常贸易操作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反而
对于欧盟来说，在经历新冠疫情之后，欧盟各国急需找到更多的经济增长点。而根据欧盟统计局在今年2月发布的外贸数据来看，中国已经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冻结中欧投资协定之后，对欧洲产生的经济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有俄罗斯专家指出，欧盟正犯下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而且迟早会向中国求和并敞开怀抱。美军表态有多险恶？为了阻止中国统一大业，宁愿遭受核打击报复，切勿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众所周知，美国对华遏制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对于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说，在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中国时，他们除了遏制别无他法。日前有消息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态度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宁愿承受巨大核打击报复风险，也要只身实验。显然，美国深知在中国最敏感的主权问题上做文章，就能够最大程度上遏制中国的崛起。纵观近段时间，域外势力在挑衅中国主权这件事上闹得十分欢。除了美国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忠实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相继表态，称一旦在中国周边发生战事，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会选择军事介入，以协助美国的行动。这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美国及其盟友这种罕见的挑衅姿态已经清晰地传达了险恶的信号。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现如今的美国在遏制强势发展中国时显得十分吃力，他们只能通过最为冒险、最为激进的一种方式来企图阻止中国崛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前军事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外界公布了一份绝密的军事文件。据报道介绍称，这份文件起草的背景是在1966年，其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军进行统一大业时，对中国空军基地发动核打击。可以说，美军这是承认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想法。按照美军的说法，在当时，美军认为使用常规军事手段缺乏胜算，因此为了保险起见，美军应该考虑使用核打击。但是这一计划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比如美军担心一旦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必定会遭到来自中国亲密伙伴苏联的报复性核反击。而在权衡阻止中国统一大业与遭受苏联核打击的利弊时，有人提出宁可遭受核打击，也要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疯狂想法在当时得到了美国高层官员的一致同意，可见美国遏制中国的心早已从上世纪就埋下了。如今，美国在这个紧要关头重新解密上世纪的文件，似乎是再一次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比起1966年，现在的美军想要阻止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不同于1966年，现如今的中国，核武器等战略利器样样都有。一旦美国胆敢越雷池半步，中国军队必将采取一切措施予以反击。美军切勿低估中国人民捍卫自身权益的坚定决心。在中国不计前嫌帮助印度之际，印度却给中国送来一份大礼，对准中国扣来一口大黑锅。中印走到危险十足路口。目前阿拉伯海所形成的热带巨旋陶特已经登陆印度西海岸。据悉，陶特所带来的强风以及暴风天气极有可能引发洪水灾害。现在的印度不仅要与新冠疫情做斗争，还要与风暴抗衡。20年来最强飓风在此时袭击印度，对该国来说，想要全身而退具有极大的难度。值得一提的是，受印度大规模风暴的影响，人们只能拥挤在小空间的避难所里待着，而这无疑给病毒提供了绝佳的蔓延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又开始作死，近日再次叫嚣中国，大肆鼓吹与中国竞争。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一个论坛上吹嘘，声称印度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以及周边地区竞争，并在结尾将去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的责任完全甩锅给中国。去年中印两军在边境发生冲突的起因经过到底是谁的责任，外界一清二楚。如果不是印度方面公然违背与中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界挑衅，两军不会发生冲突。当时在冲突中，我军4名官兵英勇牺牲，我国人还没找印度的麻烦，现在反过来将责任甩锅给我国，中国已经够仁至义尽。前不久，印度疫情面临崩盘的情况下，还不计前嫌地送去大批物资，希望能够帮助印度尽早摆脱疫情的折磨。可现在看来，印度非但没有感激，还无视了中国的援助，向中国扣来一口黑锅。是中国太善良了，还是印度太不知好歹了？苏杰生的言论完全是事实不符，是非曲直外界已经非常清楚。印度甩锅指责，好心没好报，那中国也不会继续忍让。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向印度释放友好信号，并不是因为中国怕跟印度起冲突，而是不希望引爆冲突。一旦战争开启，两国民众是最遭殃的。可印度似乎完全不懂，反而把中国的友好当作中国软弱害怕。可印度人全然忘记了，以前的中国面对美国都丝毫不畏惧，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国。真是要开启战争，印度真的有胜算吗？哪怕是美国撑腰，当然以美国自私的性格，还不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印度才是破坏中印两国关系的罪魁祸首。在中国帮忙该国的情况下，印度外长反而给中国送上一份大礼，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当然，包括此次行为在内的种种忘恩负义的行为，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热情，也伤害了中印关系，必须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唾弃。话说回来，如今印度上演的惨剧，完全是由该国咎由自取，长期都紧盯中国，沉迷大国竞争，忽视国内危机和挑战。如果印度再不清醒，该国面临的将是更大的危机，届时很可能还会波及全世界。